哟，哎，看看给我买的什么？噔噔！哎呀，我不想去，你非让我去。乡下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当年我就是没有去过乡下，觉得好奇，答应跟你爸爸回乡下办婚礼，结果呢，我一次就管够，我一辈子都不想去了。那都是30年前的事儿了，现在跟过去可不一样了。那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不然那些农民没事不愿意在家待着，一波一波的往城里跑啥呀？你带的是什么呀？哎，你别动啊！其实我带的床单、被罩，还有被子，还有枕套和枕头，我怕那边啊不太干净。另外，我还带了水杯、牙具，还有纸巾和湿纸巾。妈，我们就住几天，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？东西多带一点，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哟，我忘了买免洗的消毒液了，必须带上。行吧。哎，我最初跟老农民在一起吃饭了啊。你说，我还带点一次性的碗筷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我觉得吧，不太合适。我把话说头里啊，要是能将就，我会尽量将就的。如果实在住不惯，今天晚上就回去啊。到时候就说你爸单位有事儿，领导让回去的，千万别横拦竖拦的，大家都不高兴。行，妈，都听你的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他爸可会摆谱了，见我老这样，没事没事，一会儿见面道个歉就行了。我知道，叔对不起，叔对不起，叔对不起。来了。叔，哎，你是庆来？啊，庆来，欢迎你。叔叔您好，你好，阿姨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是那个庆芝的大哥庆来。哦，你就是庆来。啊。哎，阿姨，我是幸福，是庆芝的嫂子。哦，叔叔，之前庆来的事儿让您费心了。我来拿。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。那咱们里边进吧，这是我们幸福客栈。这个地方叫鸟飞涧，客栈就建在这儿，风景很原生态。这客栈还挺有品位的啊。还行，城里人喜欢来这儿度假。叔叔阿姨，你们一路上也辛苦了，要不先帮你们把行李放回房间，你们先回去歇会儿吧。好。哎，要不然你先去休息一下，我跟幸福说2句话。不累，你先去吧。我送叔去吧。走，叔。哎，好，你跟我走。好，那你先去吧。阿姨，好，我们先上去了啊。哎，跟我走。阿姨，我们去凉亭喝茶吧。这边。好，我们这儿的水沏茶特别香。真的啊，我最喜欢喝茶了。是吗？那回头我送你2包茶叶吧，是我们这儿的特产。别客气。来，进吧，进。哎，东西放哪儿啊？放这里行不？哇，这么大呢！你看看，那里边有一个浴缸，外面是阳台。是啊，我喜欢那浴缸。哎，这和想象的不一样。还行吧哈。哥，这真比你给我发的照片好多了。阿姨，您尝尝这茶。香不香？还行吗？不错。阿姨，我跟亚妮在城里面也经常见面，也挺聊得来的。亚妮是个不错的姑娘，她在城里帮了我不少忙，我对她也是特别的感激。两人都跟我说了，你们俩挺好的。哎，我们家亚妮啊，死心眼儿，有些人情世故啊，她不太懂得的。我听庆芝说，你是你们家最能干，而且还通情达理。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啊。
哇，会当林觉顶啊！这环境特别好。哎，是吧？嗯，不错。那个时候，我挺不懂事的，让你为难了。哎，那都过去的事情了，过去了。那听说你回来之后干得不错，还行还行。哎呀，总之呢就是给你添麻烦了，我给你道个歉啊。哎呀，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哎，大哥，没事儿，我爸这人不记仇。那叔，你们这个休息休息，我去准备准备啊。行哥，好嘞，那一会儿见，大哥。好。雅妮他爸虽然官职不大，但是啊，穷亲戚倒是一波一波的，一波一波的往城里跑。我一天到晚忙着接待，还得管他们吃和住，有什么问题啊，都得找我帮忙啊。大事小事我都得管。最可恨的是啊，那些人啊，到我们家一点都不拘小节啊，把那个脏袜子就扔在那个沙发上，弄得我们家乱七八糟、乌烟瘴气，真的是没有办法的。姐，您要的果盘。阿姨，咱别光聊，来，您吃点干果。啊，哎，幸福姐，明天有一个想跟咱们谈合作的商家，我约他10点来。啊，行，好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阿姨，你接着说。我没什么说的，你还要谈合作啊？啊，现在这客栈生意也越来越好了，所以合作也挺多的。哦，您放心，也不会给家里造成什么负担。这儿的风景啊，真是太美了。在城里啊，根本呼吸不到这么新鲜的空气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叔叔，哎，真不错的。哎，师傅啊，您看过了。哎呦，阿姨真不容易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我公婆怕你们一路上太奔波了，就让我先把你们安顿下来。你们先休息会儿。哎，你来坐。我不做了，我那个上下面准备一下，等他们过来，咱们一起去下面餐厅吃个饭。歇会儿有事叫我啊，那儿有电话。好，你先去忙啊。啊，你们歇着啊。谢谢你啊。哎呀，怎么样？真不错哎。真没想到这儿还蛮干净的。啊？什么来着？哎，我看看这儿。你带那些东西都用不上了吧？啊，哎呀，现在农村变化太大了，哎呀，真的不一样了。这窗帘没开啊？哎，还是电动窗帘呢！啊，哎，你看，这风景多好啊，真是山清水秀的。来，叔叔阿姨，里边请。哎呀，来了，爸妈。叔阿姨好。哎，好，闺女好。阿姨、叔叔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爸，这是我妈。大妹子，你好，你好，大老远的来，累坏了吧？不累，休息的挺好的。是啊，你还挺好吧？很好，我们很好。快坐吧。哎，你们家都到齐了吗？我家还有个老闺女叫秀玉，厂子有事儿，去城里培训去了。哦，哎呀，初次见面啊，我给你们带了点礼物。哎，来，这是我一点心意啊，这是啊，给秀玉的面膜。这面膜敷在脸上特别的水灵，希望她喜欢啊。来，一家人。小豆子，谢谢。哎呀，还有礼物呢。还有玩具，您破费了，都是给她的。谢谢。谢谢您。没关系的。哎，老姐姐，哎呀，在城里啊，现在最流行这个了。妈，这个就是他们这村产的啊。哦，对，我不知道。挺好的，阿姨，说明你眼光好。虽然我们村产这个，但是我们从来都没送给爸妈过。你想的太周到了。那好，您先拿着啊。那我们收下了啊。好，你拿着。谢谢阿姨，谢谢。别站着了，咱们里边请吧。对，快入席。叔叔。哎，叔叔阿姨，这是今天我做主给大家准备的菜，都比较清淡，你们尝尝看合不合口味。咱们这儿有公筷公勺啊。我们所有的餐具都是消过毒的，你们放心使用。庆志和亚宁呢，他们都是非常上进、很优秀的孩子啊。他们在一起也
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。作为雅妮儿的父母，我们现在心情很复杂啊，既高兴又有点伤感。孩子大了嘛，总得离开父母的。那今天我们这么远啊，专程跑过来，一呢，就是双方父母见个面；二呢，谈谈孩子们的婚事；三呢，也来看看静之的家乡，这个万家村。万家庄。啊，庄，万家庄。我也是农村出来的。哟。当然，那个时候跟现在没办法比。是。孩子们赶上好时候了。现在农村的政策好，客栈好啊好，这个总之，他们今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是做报告嘛。下面请这个庆之爸爸发言。啊，我就不说了吧，要不你说？你说两句吧。哎呀，亲家公，你看我们农村人说话比较直，也不懂你们城里人那些规矩，你们都别介意。庆之他们的婚事儿，你们就定吧。彩礼你们说个数，我们那不尽量满足。那彩礼就免了，城里不兴这个。哦，你那个钱呀，就干脆留给孩子们，啊。婚礼的日期呢，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。爸，不是之前商量过了吗？不办婚礼，我们旅行结婚。你这孩子一点都不懂事儿，你听听人家怎么说呀。明天我们还去亲家那儿认个门呢。结婚这么大事儿，咱们还是好好的商量商量哈。可是吧？庆之，你表个态。是这样的，叔叔，我爸妈呢说都听我的，我呢就按照亚妮的意思办，旅行结婚。那咱们喝一杯吧。好，对，欢迎叔叔阿姨来我们幸福客栈，也欢迎你们来我们家做客。阿姨，这些蔬菜啊，都是有机蔬菜，自家种的，也不打农药，也没施化肥的。您放心吃，以后吃完了，我们按时给您送过去。哎呀，能吃到这些放心的菜，我真的特别的高兴。谢谢啊！哎呀，还带那么多东西。拿，哎呀，来，放车上。不用，够了，带那么多东西，真是的。幸福，你是个明白人。亚妮，有你这么一个好大嫂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您放心吧，亚妮嫁到我们家来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对她的，是不是，庆之？是啊。谢谢。放心。走了，嫂子，有空常来玩啊。亚妮，那我们走了。阿姨再见。距离远，还指不定回家了啊！几点？谢谢了。哎，老姐姐，你多保重啊！哎，小豆子，庆之，再见，跟他们说再见。慢点开车。谢谢啊。秀玉啊，
你呢，先回家收拾收拾，下午去财务室报到啊。懒得回。哎，你家都懒得回啊？哎，你最近怎么了？刚从省城培训完就去财务室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别人打破了头都想去的，别不知足啊！下午准时去。这东西重新做一下啊。哎，秀玉，我不是让你去财务报道吗？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懒得去。哎，这可不行啊，这儿都没你位子了，你桌子我都分给别人了，你的工位在财务呢。没有位置，那我走呗。走你！哎，你走去哪儿啊？你把东西给我收拾了。嗨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哎，雪梅姐，怎么回事啊？去省城培训这么好的机会，让他去还不高兴啊？刚回来就调财务，也太厉害了吧！嘿，你们说，小万总跟他到底是不是那种关系？一定是，小万总对他绝对跟对我们不一样。我还是小万总他表妹呢，也没见他对我这么客气啊，搞得好像我们欠他一样。可我觉得不像啊，哪有不像啊？那是他隐藏的够深。你看他现在的做派，是一般人能够做的呀。哎，你们别不信，不信我们打个赌，他过几天肯定要请病假的。你是说？哎呀，行了啊，别在这瞎说八道了。你们这些话要传到小万总耳朵里，你就是他亲妹妹，你也得滚蛋。那他做的都不怕，我说的怕什么呀？切！我做什么了？我做什么了？你有本事你再说一遍！你放过哎，秀玉，秀玉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他不是在背后说闲话吗？我让他到小万总面前说清楚。哎呀，他就随口一说，你随便听就得了，这么认真。哦，他随口一说，那我也随口一说。我随口一说，你跟小万总不干净，行吗？哎，瞎说什么呢？他胡说就可以，我胡说就不行。再说了，我是胡说吗？你喜欢小万总的事儿，全公司都知道。秀玉，你有病吧你啊！你在这瞎说八道，你再说我生气啊！你能做，我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行啊你，哎，你长行情了是吧？我们办公室装不下你了，你赶紧给我收拾东西啊！赶紧滚财务报道去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还就不走了。行，我这就去告诉小万总去。你爱说说去呗。进。小万总，你不是说调秀玉去财务吗？啊，怎么了？他说他不去。什么？不去？他说他懒得去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懒得去就不去啊。回头我跟财务说一声。为什么呀？啊，你怎么这么护着他呀？你要这样惯着他，我们真没办法管他了。管不了就别管，他愿意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，反正你们都别招惹他就完了。为什么呀？什么为什么呀？啊，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？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怎么着我还得跟你交代啊？可是你这……有事说事儿，没事就从外面把我把门带上。哎哎，跟下边人都说，都对秀玉态度好点儿，别去惹她。终于走了。就是啊，刚刚不说不走吗？那么凶，刚刚把我手都抓疼了。
是吧？累死了，都不知道今天晚上还要不要加班呢。对呀，我这家里还一堆事儿呢，都不想加班了。我也是。我们走吧，走楼梯。嗯。你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呢？今天秀玉不是回来吗？我带了点菜，给她做点好吃的。我这一直忙着我客栈的事儿，也没空问问她。给她打电话，她好像听着也不是特别高兴的样子，还是因为那个没报上名难过呢？可能是吧。你没跟她说呀？这回报不上，下回再报呗。这有啥想不开的啊？我这当嫂子的也没帮上什么忙，我给她买了2本书，表示一下支持。他怎么还没回来呀？不知道呀。给他打个电话。喂，秀玉，你到哪儿了？你说话呀！你在哪儿呢？周围怎么这么乱？把电话给挂了。你们都是怎么想的呀？爸妈糊涂，你跟庆志也糊涂呀？那协议是说签就能签的吗？你怎么不说拦一下呢？你这是把小妹给卖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小妹啊，但是这个时间过去那么长时间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什么叫没办法呀？那庆志也没什么好办法呀。反正小妹肯定恨死我这个大哥了。反正我是觉得特别对不起小妹。对不起有什么用？你们为什么瞒着我呢？出了这事儿，他们瞒着我，你也瞒着我啊？你拿我当是一家人了吗？我想跟你说嘛，你不是忙吗？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了。怎么就没机会跟我说了呢？我这不是我天天从家出来进去的，你就不跟我说？爸妈不了解我，你也不了解我呀？我觉都睡不着，我想跟你说，妈不让说。你妈的性格你不知道，寻死觅活的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你妈，什么都是你妈，你呢？你自己呢？你这么大的人了，一点自己的判断力都没有吗？妈不让说，妈怕你惹事儿。我惹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你有胳膊有腿，什么叫没有办法？借口都是借口。秀玉，秀玉，秀玉回来了吧？啊，哎，秀玉呢？秀玉没回来。哎，那赶快找啊！刚刚去集团找她了，说早就走了。这孩子去哪儿了？你俩这咋了？咋了？妈，我把秀玉的事儿给幸福说了。你这孩子，幸福，妈是本来想着，这咱也悄悄的啊，咱悄悄的，咱不能惹事儿了啊，好吧？幸福，咱悄悄的吧，咱家经不起折腾了。先把秀玉找着。跟你这么说，你咋了？哎呀，幸福啊，幸福，你听话，听话，不能冲动啊！这事已经都了了。不是，咱们我去找秀玉。找秀玉，那快找秀玉，我跟你一起去吧啊！不用了，慢点开车啊！哎呦，来过来，乖乖。哎，嫂子。庆志，秀玉离家出走了。啊？打电话也不接，也不知道他人去哪儿了。我感觉他也没别的地方去，没准会去城里找你。他要是联系你了，你跟我说一声啊。行，那嫂子你要找他告诉我一声啊。啊，好。
秀玉，秀玉，你咋跟这儿坐着呢？我给你打了一天电话，你也不接。我不知道去哪儿。你的事儿嫂子都知道了，你别怕，嫂子在呢。嫂子会帮你讨公道的。别哭了，嫂子知道你心里委屈。幸福啊，你来说说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。没关系，就说说你的直觉。我觉得这个保密协议看起来写的像那么回事儿，但就是有问题。他们冒名顶替秀玉，先不说缺德，他是违法，违法行为本身就不受法律所保护，还要给违法行为签署保密协议。这就像是小偷偷了东西，还不让说，说了还要罚我给小偷钱，这不是混蛋逻辑吗？话糙理不糙啊，你的直觉是对的。这个协议呢，一看他们就是找了专业人士草拟的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为了遮丑呢，还是花了一点功夫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事实就是冒名顶替，所以在我看来啊，这个协议是无效的。吓唬人的，对吧？我就说有问题。这件事情往小了说呢，是侵害了个人的性命权和受教育权；往大了说呢，是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，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这是违法犯罪行为。如果我们能够理性的来分析这个案件啊，我认为无非就是两个出路。我们来分析一下。首先，冒名顶替，它需要的是假证件。假证件是哪里来的呢？还有，学校为什么没有发现这种行为？那是不是学校也有问题？如果这个案子翻出来的话，会涉及到很多的单位以及个人的违法犯罪行为，那么这个案子就会变得很复杂了。庆志也说了，这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事儿。对，但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违法犯罪。那么，从这个协议上来看，约定了你们要对相关人员的犯罪事实进行保密。书上怎么说啊？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约定都是无效的。所以那90万违约金纯属胡说八道。也不光是胡说八道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们要理智的来分析问题。没错，这个违约金的条款确实是不成立的，但是和解内容和赔偿项目，那是签署在了这个协议里面，这是受法律保护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第二个出路，30万，在我看来，这个赔偿金呢不算低的。如果秀玉一定要上诉的话，
即便是我也不能保证说，能够让法院判赔更多的数额。现在他们已经签署了赔偿协议，当事人是个成年人。无论怎么说，都属于双方自愿。他们的矛盾，就好比这个天平，最终，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？还得看当事人自己。秀玉是当事人，关键还是要取决于她的态度，看她是怎么选择。我们作为她身边的人，只能给予她最大的支持，对吧？对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小妹，你都躺一天了啊，起来吃口饭。哎，你看你二哥给你做了西红柿鸡蛋面啊，可香了。你长这么大没吃过你二哥做的饭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家你姐特别喜欢吃我做这口，你赶紧起来啊，跟你二哥点评点评。小妹，二哥知道你心里委屈，这个事情呢，我也是在找人帮忙调查，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咱们也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，那咱们得学会接受，对吧？你说你不吃饭，这饿坏了，这你说我们讨公道也没有什么用了，对不对？起来把这面吃了，好吗？啊？谁呀？庆之。哎呦，嫂子回来了。秀玉呢？屋里呢。秀玉，嫂子，你找到关大哥了吗？他怎么说呀？合同里关于违约金的条款是无效的，你没有义务为他们保密。至于他们付给你的钱，但是给你的赔偿也是你该得的。不过秀玉，还是得做好心理准备。关律师说这件事儿也不是那么容易马上就可以解决的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咱们还得好好想想。要不，你先跟嫂子回家吧。我不想再回那个家了。二哥，你能帮我找份工作吗？我想留在城里，我不想再回万家集团上班了。小梅，这个找工作这个事情，它不是那么好找的。要不这样，你先在这住，然后我帮你打听打听，好吗？庆之，你工作那么忙，哪有精力照顾秀玉啊？要不，你跟嫂子回客栈吧，先帮帮嫂子，有啥事儿咱俩也好商量。等到你二哥在城里真帮你找到工作了，你要想回来，咱们再回来。那嫂子，你可以陪我去一个地方吗？期末考考得可真好啊！一般般，还行的啦。你乱说！你这么好，你一定要好好教我。你是怎么做的？最后一题我觉得真的超难的。啊，也就那么做，多复习一下就行了嘛。哎呀，你怎么才来呀？真是的，等了你好久。
这本来应该是我的生活。先回家吧，回去咱们再想办法要回来。小妹，可对不住你啊，小妹。你不知道你这几天不在啊，爸妈都急坏了，知道吗？哎，我来。哎，小妹，小妹这几天就在客栈住，先不回家住了。那你呢？咱俩的账回去再说。哎，我把这个给小妹送上去。不用。哎，秀玉，这就是咱宿舍。这是嫂子的床，这是溜花的床。她不是每天都住，你呢就踏实在这儿住，愿意回厂子就回，不愿意回就留下来帮嫂子的忙。正好我最近这生意都还不错，你就留下来帮嫂子理账，我给你开工资。不用你开工资，我自己有钱。那不行，一码归一码。人活着真没劲。秀玉，不能这么想呀，你得振作起来，这日子还长着呢。你就说咱家以前日子过得多艰难呀，现在不是都过来了吗？你就说我吧，之前开客栈，这愁啊，真愁啊，每天都睡不好觉，只盼着周末能客满。现在好了，后3个月都已经预定满了，你说这日子是不是越来越好了？你也是，你不能只看眼前，你的世界还大着呢。我有什么世界啊？我的世界早就被人偷走了。妹子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没完，嫂子一定替你去跟他们要个说法。来了，幸福。我找书记。哦，老万去城里办事去了，你有事啊？行，你爸不在，我就跟你说吧。看，这是复印件，你要是让我拿到原件，我照样撕。是，这个事儿是我们做的不对，我们也道了歉了，也赔了钱了。万传家，不是所有的事儿道歉和赔钱就能被接受的。我杀了你，跟你说对不起，你接受吗？那你说这个事儿你还想怎么样？今天我来就是告诉你，你干这点下三滥的事儿我都知道了。你别以为秀玉好骗，王家人好欺负，我何幸福不好惹，还编什么保密协议，还赔偿90万，你吓唬谁呢？你以为我为什么要签这个协议啊？我还不是因为你？你自己想想，自从你嫁到了王家，你来了万家庄，你一个人你惹了多少麻烦？都已经谈妥了，钱都赔了，就让它过去不行吗？你干嘛非要蹦出来？你跟我在这儿，你为啥赔钱呀？那还不是因为干了亏心事儿。你干亏心事儿还理直气壮，你是人吗你？人小姑娘一辈子就被你们这么给毁了，这是赔钱能解决的吗？那你说让我怎么赔？我道歉了，我赔钱了，我给他调整工作了，你父母也占了便宜了，对吧？你以为你干净啊？啊？你那个客栈为什么所有的事都办得顺风顺水的呀？你找我去修路，我为什么给你批得那么快？你也是占了秀玉的便宜的。我让你自己找施工队去修路啊，我给你放了水的。你别咬着我不放了，我也不去查你的账。你去查呀，
我吓大了呀！我开客栈、修路，那单子发票一笔一笔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你要查出来问题，就算我的；你查不出来，我就告你诽谤。真的绝了，你这个人，你真是绝了！你想问题，你脑子从来不拐弯，是不是？难怪何星宇都说这事儿一辈子别让你知道。星宇说什么？你回去以后啊，你自己琢磨2件事。第一，这么大个事儿，王家为什么上上下下瞒着你一个人，不想让你知道？第二，就我这个文化程度，你觉得我写得出这样的保密协议吗？啊？我们集团的法律顾问是谁？你想想吧。这事儿到此打住吧，就别再没完没了的闹了。幸福啊，你看秀玉作为当事人，她已经接受了，对吧？大家也都各取所需了，这事到此为止不行吗？我告诉你，万成家，你要是再敢逼秀玉干这干那的，我跟你没完！喂，姐，咋了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家呢，正和妈包饺子呢。行，你在那儿等着我，我这就回去。啊，行，那一会儿见了。妈，我姐一会儿回来。妈，咱们多包点，到时候可以带点回去。对呀，还给我姐带点。对，给你姐也带点。你姐最爱吃这个韭菜鸡蛋馅的了。哎，姐，说你就来了，快过来帮着包饺子。过来。咋了？问你点事儿。哎，传美跟秀玉的合同是你的吗？范成家让我写的。嗨，他答应。姐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我是他们的律师，我帮他们写个合同，怎么了？答应给你钱了是吗？秀玉跟你一样刻苦读书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被人给顶了。你干嘛呢？你帮望成家拟合同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怎么没有良心？这事又不是我做下的，我就帮他们写一个合同而已。这我不写，别人也会写的呀。你明明知道这合同是无效的，你是律师，你为什么还要写？90万，你可真敢写！关涛也跟我说这合同是专业人士写的，我就猜到是你。人家没说破，是怕我没脸。人家说什么，关涛说什么你信，人家说什么你都信，怎么你就是听别人的，听外人的，就是不信我呢？什么是里，什么是外？老王家都拿我当外人，全都瞒着我。你倒是我亲妹妹，你还打算一辈子瞒着我，我信你什么？关涛有问题吗？关涛当律师从来不会为了捞好处去害别人，你呢？你拿秀玉这个事儿去赚钱。我告诉你，今天的秀玉就是昨天的你，你还帮着万传家去害秀玉。我害她什么了呀？正是因为我知道她就是昨天的我，所以我更知道她应该选择的是什么。星云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幸福，你俩这是怎么了？哎，你干什么去？饺子马上就好了，你吃了再走呗。不吃了，妈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
万书记，万书记，来了。嗯，坐吧。这个还是上次你送给我的茶呢。你都知道了？嗯，我都知道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是真的最怕你知道。上次去你们家，我还特意跟你婆婆嘱咐过。那天你站在我们家门口看着我，我就像被你抓住了似的，糊里糊涂的就跟你走了。没想到我万善堂最后让你给拿住了，我还真是怕你。叔，我不怕您，我敬重您。那现在还敬重吗？我不知道。幸福啊，你嫁到万家庄这几年没见过传媒吧？没见过。他是不敢回来。这孩子还是有羞耻感的。秀玉让我陪她去了趟大学，她跟我说，她的人生被人给偷了。传媒上次回来就上吊了，幸亏他哥发现的早，才没有出事。传美上吊？他为啥要上吊啊？没脸呐！我现在一闭上眼睛，就能看见他脖子上让绳子勒得深深的红印。唉，我真是老了，眼前的事记不住，过去的事倒是清清楚楚的。传美是传家带着长大的，他妈死得早。那时候我带着乡亲们天天忙着挣钱，一天到晚不着家。记得是有一回天儿不好，回家的早，我说去学校接他们吧。可是到了学校，我连他们上几年级都不知道。我这个爸当的真是不合格。儿女都是债。幸福啊，你回去告诉秀玉，万家集团不会停发他的工资，这笔钱由我和传家个人出，他还有什么要求，都尽管提。秀玉说了，她就想上大学。书记，我先走了。幸福，你都知道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不是我打算怎么办，是秀玉打算怎么办。书记，那我都知道了，您打算怎么办？
秀玉，还没睡呢？嗯。小妹，我刚刚去找过万书记了，他跟我说上次传美回来，曾要上吊自杀，幸亏传家及时发现，才没死成。你说什么？自杀？他凭什么自杀呀？受害者是我呀！我才是受害者呀！妹子，嫂子理解你的心情。嫂子也本想要跟你要个说法，但我实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。咱也不能看着传美走上绝路吧。他们做错了事，一定会受到良心的谴责。以后传美的日子也不一定好过。秀玉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万书记回来了。秀玉，别睡了，快醒醒！爸妈还有大哥都过来看你来了。你看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烧饼，热乎的，你起来吃点。那我给你放这了啊，你起来想着吃。咋样了？我去看看。算了，妈，再给点时间吧。
小妹，嫂子知道你心里憋屈，我也跟你一样，真不甘心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有时候气不过，就想既然错是他们犯下的，不管什么后果，都应该他们自己来承担。但也真是怕事情弄大了，真把传美逼死了怎么办呢？那到时候咱们心里就能好过吗？传美是有罪，可也不是死罪呀。嫂子这脑袋里啊，就像有2个小人在吵架，整天叽叽喳喳吵个没完，别提多烦了。秀月，你是不是也这样？为什么偏偏是我呀？以前我倒霉的时候，也这样问过自己。这时候就会有一个声音跟我说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”这么一想，啥坎儿还过不去啊？您拿好了，哎，谢谢您。给您，谢谢。好嘞，走吧，走吧，你拿着。还想吃点啥？这个想吃吗？你看，幸福，是幸福吧？还记得我吗？老蔡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好，你好。是啊，好久不见了。怎么样？都挺好的。你家庆来还种菜呢？种啊！我现在开了一家客栈，庆来现在负责给我们家客栈，还有咱们村里所有的客栈供菜。那个万家庄有个幸福客栈挺有名的，是你开的吧？我就说嘛，难怪叫幸福客栈呢。你现在干啥呢？还在做蔬菜吗？啊，做呀，不做我吃啥呀？幸福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你看啊，你家庆来还在种菜，咱们把上次没干成的事儿再弄起来啊。你家庆来那说实话是种菜的一把好手，而且现在有机蔬菜啊，大家非常欢迎。好呀，那我回去跟他说，让他跟你联系。行，那一定联系我啊。好，太有缘了，你忙着啊，我走了。哎。媳妇儿，哎，那个菜我给你送到厨房了，我上来看看你，喝口水就走啊。哎，我正好要给你打电话，跟你说个事儿呢。怎么了？你还记得老蔡不？那我不能不记得吗？我今天在菜市场碰着他了，他跟我说还想找你把之前没弄成的事儿弄起来，让你尽快联系他。真的吗？他还想搞专柜啊？是呀，这不是听说你种菜种得红红火火的吗？也想跟你合作。这不好事吗？但是说好了啊，你们要是真谈好了，你还是得优先保证我们民宿用菜。那不是必须的吗？哎呀，搞专柜，那我得扩大生产，再雇几个人啊。哎，真没想到这个有机菜还这么抢手啊！是呀。哎，那我现在就去找他去。啊，那你快去。啊，我去了。啊，你忙你的。哎，何经理您好。好，我姓刘，是镇中心小学的老师，有个事儿想找您帮个忙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方便。你坐吧。啊，谢谢。有啥事儿您说。何经理啊，其实啊，我早就听说过你，你是不是在省城的大律师事务所上过班？对。对呀，我来请您帮个忙，我呢有个事儿想找个律师啊咨询一下，您能不能帮我联系联系？啥事儿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有几个学生啊，住在山下的水尾村啊，他们呢这段时间经常生病，老是感冒啊、发烧啊，还拉肚子，反反复复的。生病了为啥找律师啊？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正常。哦，您的意思是？您听我跟你解释啊，这个水尾村呐，是在富水河的下游，
万家保健品厂的污水厂建在富水河这上游。自从建成投产一段时间之后，孩子们就开始反复的生病了，所以我就怀疑，可能是他们污染了水源。我去找了他们好几次，他们死活不承认，都说这个污水啊已经经过了处理。是处理过的，建厂的同时建的污水处理厂占的我家地，这个我知道。可现实就是这样，老是那几个孩子生病啊。再说了，他们说处理了，就真的处理了吗？何经理，说实话，我成天跟孩子们在一起，他们大的才12、13岁，小的只不过7、8岁啊，他们的生活刚刚开始啊。我听说您认识一个叫关涛的律师，他们在附近几个村子里的名声很大，大家都叫他农民律师。我呢，就想找他来帮我咨询咨询，看看这件事用什么办法来解决。行，明天我带您去见他。他人可好了，是真正为咱农民办案的律师。谢谢。是这样啊，刘老师，为什么你会觉得保健品厂排出的污水导致了孩子们生病呢？你有什么证据吗？确切的证据我也没有，但这种现象就是在最近2年保健品厂建成投产后才出现的。您不觉得时间上很可疑吗？那村里有没有对饮用水做过检测？这事儿你知道吗？我去找过水尾村的主任，他说卫计局每隔几个月都对村里的饮用水进行监测，说没啥问题。那有没有其他的污染源？比如说村里有没有别的工厂？再或者说吃的米、面、蔬菜还有水果什么的？我连镇上都找过了，镇政府也派人去查了，还是没有查出什么异样来。关律师，我就是一名镇小学的老师，这件事呢可以说是多管闲事儿了。可是我每天跟这帮孩子在一起，就想看到他们生龙活虎的。他们一打蔫儿，我心里就会咯噔一下。再说，他们家里也都不富裕，为了给孩子们看病，家长们愁得吃不下睡不好。看着孩子们这么懂事儿，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儿。所以，关律师，我想找您，是觉得您见多识广，能不能咨询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件事情给搞清楚。刘老师，在你们学校像这样的孩子一共有多少？经常这样的有8个，还有3个不怎么严重的。这8个孩子都是水尾村的。那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共同点啊？其他的共同点？哦，对，他们都住在村边上，靠近河的地方。我去家访的时候，都是先去村里面的，最后再集中去他们几个人的家。这样，刘老师，我认识环保局监测站的人，我回头把电话给您，您去跟水尾村的领导说一说。那行，我跟他们主任熟，回头你把电话给我，我跟他说。刘老师，这个事儿呢，你也别太着急，我跟我的同事一定会尽快的商量出一个方案。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弄清楚情况，解决问题。今天太谢谢您了，您看耽误您这么多宝贵的时间，我也没啥表示的，我就谢谢了。没事，应该的。那我先走了，好，谢谢。谢谢关大哥。没关系，走吧。好，走吧，刘老师。你留步吧，啊，再见。不用送了，关大哥，拜拜。那就不送了，拜拜。说句实在话啊，让水尾村并入万家庄，这就是我们万家扶贫呢啊！要不是这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，
我们是真不愿意干这赔本的买卖。你说水尾村有什么呀？地，现在几个人还愿意种地啊？人，一大半都是老弱病残。那城里的大学生毕了业都削尖了脑袋想进万家集团。我们平白无故的多了水尾村那么个大包袱。哎，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啊！当初万家发展的时候，上头让我们水尾村做出牺牲，水电紧着你们先用。这先说好的，让你们先富起来，然后先富的带后富的。啊，这别人不知道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啊，没有我们这些村的牺牲支持，这万家能发展的这么快啊？现在万家想再发展，那是没地了，想跟我们合并，不就是看上我们村的地了吗？啊，你们要是觉得亏得慌，那咱这个合并咱就先放一放啊。老秦哥。现在咱没必要说这个了啊，这让两个村合并，这也是上头的意思，对吧？既然已经到了这份上了，咱这个老账啊，那就别再翻了，没意思。不是，咱既然是合并，咱就是一家人，得一视同仁嘛。我们的村民待遇那总比你们矮一截，这我回去我也不好做工作是吧？啊，多新鲜啊！那待遇肯定是不一样啊，对吧？那我们万家庄本村的村民是经历过创业的艰苦时期的啊，那都是创业老臣，待遇肯定要高人一等啊。你们水尾村的村民凭什么跟他们比啊？再者说，回头集团还要招外来的务工人员呢，那人家那些人待遇还不如水尾村的村民呢，到时候怎么说呀？啊，这还嫌待遇不好？行啊，那上外面打工去啊，看看是不是能比在万家挣得多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我看这个合并的事儿，咱就再说啊。不过咱这村里头要是揪着这万家集团污染这事儿要去闹要去告，那咱可管不了了，是管不了。哎呦，怎么着呀？聊着聊着还威胁我呢？啊？茂琴，我叫你一声叔是给老万面子啊。你要是跟我这么说，那咱就别谈了。回去告诉你的人，愿意上哪告上哪告。好，不谈就不谈啊！宁做鸡头不做凤尾，这副总我干不了。走。哎，主任啊，走。我跟你说，要挺住啊。哎，延平，话还不能这么说。那冻死迎风站，饿死不求人。回去。硬气。残良说那什么。既然客人要走了，你也跟饭店去个电话啊，就说中午订的饭不要了，取消。看不出眉眼高低，人这都撵人了，还有脸在这站着？走。老秦大哥，你看这鸡都给炖了，何必呢？你爸说过，两个村合并的话，对我们以后的发展还是有好处的。我知道，放心吧，残良叔，我心里都有数。他们怎么走的，回头还得怎么回来。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，你看，赶上了吧？正好，我知道你在这儿呢，中午一块儿吃吧。老书记，跟您汇报一下啊，我看这事儿是谈不成了。怎么了？你看，自打你们村一开始建这个保健品厂，我就跟上头反映说，将来有可能会污染到我们。你看现在怎么着？这好几个孩子都在闹病，镇上老师都说有问题，还咨询了律师。我是为了合并这大局，我一直这儿挡着呢。你们村呢，老把我们当二等公民，说出来都丢人。我这主任，还不如你们一村委挣得多呢。不合了。我们穷是穷，穷人有穷人的办法，他打不死你吧，也能抹你一身鼻涕，不是？他们要是揪着这个污染这事儿，揪着不放要闹事儿，那我这主任真是管不了。
替我做做工作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哪有小孩不生病的？你说啊，就因为我在上游，那你们村孩子病了就怪我，那我们村孩子病了，我找谁去？哎呦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真的没啥说的。走，不是啊，哎，走，一块儿吃个饭再聊聊。哎呀，哎，花钱，他们要是闹事儿，爱上哪儿闹上哪儿闹，我真管不了。马钱，有什么？哎呀，真像头倔驴。您有来自关涛的电话，接听还是挂断？幸福啊，我刚跟王丽他们商量了一下刘老师反映的这个事儿，如果现在有初步的证据能够证明保健品厂确实是有污染，也可以考虑走司法途径。那现在像这一类的污染案呢，法庭会要求污染方举证证明自己的排放跟孩子们总生病没有关系。如果他们确实是有污染，但是想证明这些跟他们无关的话，那就必须要提出确凿的证据。这些证据呢，也可以打消我们的顾虑。那好啊。不过呢，一旦要进入司法程序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对万家带来负面的影响，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客栈以及周边的民宿。如果提起诉讼，那应该是起诉保健品厂吧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主要是怕游客会有顾虑嘛。你想想，现在万家集团已经影响到了下游的水尾村了，那也会怕影响到自己吗？哦，是哦，这我还真没想到，那怎么办呀？我建议啊，是先找环保部门检测一下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就立即向村里反映，立即整治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们心里不也踏实一点吗？那我是不是先跟村里打个招呼呀？这个还是得你自己考虑。不过我想啊，还有点早，我们可以悄悄的先检测一下，看看情况再说。这样的话也不用解释来解释去了，万一再生出什么事端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关大哥。还啰嗦什么？跟他们干了，太欺负人了。人家就把我们当重亲戚，根本就不待见我们，还谈什么合并呢？我看啊，合也合不到一起。与其气了，当后娘养吧，还不如现在跟他们干一场，心里痛快。哎呀，瞎嚷嚷什么都啊！那要嚷嚷能解决问题，我比你们还能嚷嚷了。行了，静一静，都静静啊！我倒是觉得，这是个筹码。那个镇上那刘老师不是找律师咨询了吗？那律师也表示想到村里来了解点情况。这个我倒觉得咱应该支持，咱们就商量商量怎么个支持法啊！哎，碰到事儿都别急，都能解决，是不是？商量商量，来。快了吗？快了，快了。是这儿吧？啊，对，就这儿。行，还是咱上次那家，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那我把兄弟都叫上，行吧？但说好了，今天别喝多，明天早上还有班。就这一次，就这一次。哎，回来！咋了？你看那车，环境监察，那不环保局的车吗？环保局来人了。啊？我没听说啊。这不，昨个莫总开会还叮嘱我们要多留意环保局的人。哎，你看，那女的不是王江那个媳妇儿吗？哟，还真是那个幸福啊。这情况有点不太对啊。是啊。走，报告去。哦，好。辛苦了，两位老师，要不去我客栈坐坐？
晚上吃个便饭再回去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们呀还要赶到水尾村，那边村委会也委托我们做个饮用水检测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啊。书记好，你俩跑啥呢？毛木愣愣的一天。书记，有个环保局的车。环保局的车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人检查是正常的嘛，没做什么亏心事儿，又不怕啥，好好回上班去。昨天吴经理召集我们开会，还嘱咐我们要防火防盗防环保。放屁！环保局是为我们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，你防着你干什么？有没有点正事儿啊？上班去。行。哎呀，万家庄真是占了个神仙住的好地方呀，山美，水美，景更美。哎，幸福姐，你的客栈最近有房吗？我想带着我老婆孩子过来玩2天。那好啊，你到时候来之前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给你留房间。太好了，姐，靠谱。哎，两位老师，我想请你们去我家一趟，咱多取一份水样，行吗？瓶子给我。行了，咱们走吧。行，没问题啊。哎呀，这一天，哎，怎么了，模糊了？耷拉个脸，跟个丧门星似的。哎，嘿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瞪我干嘛？招他惹他了？行了，别搭理他。他那宝贝外甥啊，又生病了。哦，我说呢。哎，听说他那外甥学习特别好，就身体不好。你看这3天2头生病。哎，你说要不要跟咱头说一声啊？不是，他外甥病了，跟头有什么好说的呀？不是，我是说咱看见环保局车的事儿。那也不用说，说啥呀？连万书记都说不用管。行吧。哎，哟，什么不用管？我们万家庄的村容村貌、村政建设、文化旅游这些方面，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。但是想拿到创富村的牌牌，村办企业的产值、就业，还有上缴的税，这些都是硬碰硬的指标，不能比其他的参评村低。所以呢，还得再加把劲儿，得保住这个势头。这样到年底的话，创富村的牌牌是有希望挂到这面墙上的。万总，您放心，这点信心我们还是有的。嗯，这就好，啊，再加把劲儿啊！到时候啊，给你们开庆功会啊，重奖有功人员。我接个电话。哦，你去吧。哎，对不起。什么事？啥？什么时候事？啊？好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干好你自己事儿。哎，对不起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那个保安在村里看到环保局车。啊，对了，你这说我想起来了，谁跟下边胡说八道啊？啊，说是防火、防盗、防环保。不是这个，下面人闹着玩的吧？这什么事都能胡说着玩吗？而且你们听说了没有？啊，水尾村又开始嚷嚷了，说我们上游污染了人家，弄得村里的孩子都生病了。能没听说吗？嚷嚷了不是1天2天了。但是环保局都是定期定点的来检测水质，没发现任何问题啊。我觉着啊，还是太穷了，穷疯了吧，就不能有点什么事儿，有点什么事儿，就都想赖咱们头上。依我看吧，这2个村要合并，他们就是想搞点事儿哈，然后多赚点便宜。以我们万家庄为主，2个村合并，这是上边领导定下来的。
咱们先富起来了，应该帮助下游的村子脱贫致富，是吧？我是做好了吃点亏的准备的，但是搞平均主义我也不同意。茂琴是个老滑头，这种事儿他是干得出来的。不过俗话说了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们得给我看严实点，保证我们的蛋不能有缝。哎，万总，就是有缝他都找不到。我是说不能有缝。是，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？有缝他都找不到，别说没缝的。没缝就好。老莫，我问你啊，最近污水厂那边没什么问题吧？没问题啊，哎，非常正常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啊，明白，我完全都明白。不许再搞小动作了啊！哎，不搞，不可能搞。哎，不过小万总啊，是这样，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那我们的成本真的吃不消啊。你说这所有设备都开着的话啊，咱就不算人工，就说原材料吧。啊，活性炭、粉状炭、碱液，啊，还有这个 PAC、PAM， 还有动力耗能、维修、运输，哎，总之这个污水处理厂的运营成本实在是太高了。那你就想想办法，从别的地方把成本压下来。哎呦，我一直在想啊，能压的成本我都压到极致了，真没空间了。你说小万总啊，咱们这地势这么高，又都是活水，就算是有污染的。早都被稀释了，冲到下面去了，没问题啊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谁都这么干，你不这么干，你的成本就打不下来，你拿什么跟人竞争啊？屁话！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？啊，你要真出了事，这事谁担着呀？啊，还不是你跟我担着吗？这是要坐牢的。我拜托你脑子想清楚一点。